大家好，我是伊藤。那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下前几期我提到的，我之前用打折价$1500买的，原价是$2300呢，至少是我认知范围内最贵的机顶5寸小间 Small HD 的 Ultra 5。那这期视频没有什么悬念，这个东西是我自己买的，所以也就是一个无恰饭的一个评测，也会站在一个我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讲一下我用了它这段时间内的一些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屏幕有物理按键、摇杆。那这里的物理按钮相比于它其他的 Indy 5 Cine 5更适合在比较极端的环境下，比如说很冷的地方，你可以戴着手套用物理按钮来操作。上面有一个1/4的螺孔。后面呢也有一个电子触点，那它是没有电池板的，因为它3000尼特亮度，靠普通的970电池耗电非常快，所以呢它直接用了一个电子触点，让你可以上他们的 V 口电池或者是安通口电池的电池板。它后面的散热条也非常的多，因为它3000尼特全开的话确实很亮。右侧的话，开关、SD 卡槽、耳机、螺孔。锁 USB 下面也是用来控制相机的，然后呢这两个 HDMI， 然后这个是以太网的接口，可以用来控制阿莱的相机，然后1/4英寸螺孔 DC 供电 LIMO 孔，两个 SDI 接孔，两个都可以输入，这个可以输出。那另外一侧就是一个螺孔。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和市场上常见的小间比呢，它其实多了几个不一样的功能，就是第一个控制相机的孔，包括这边 USB 也是控制相机的，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外接电池板的结构，还可以看到它的机身非常的厚。那基本上其他的一些功能按钮，常见的市面上的小间也都会有。那我们来开机看一下，因为我现在相机都在录影，所以我直接用电脑上面的我之前拍的一些 vlog 的视频吧，来当一个演示。和传统小间不同的地方，也是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 Page OS。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通过左右的滑动，快速的切换不同的页面，调出不同的功能预览。也可以把它缩小，让所有的画面以缩略图的方式同时间看出来，提供你快速的选择。那这个有点像网页浏览器的页面一样，每个页面你都可以单独设置它的功能，来达到快速的切换。功能可以自定义，而且它不限数量。你看这边可以随便添加，点这个下拉菜单移动，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使用的习惯，把这些页面拖到喜欢的地方，然后也可以给它命名，然后也可以删除。或者成为模板，它的自定义的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呢，它不光可以独有功能，像比如说现在我的页面是在自定义页，然后呢，我想提供一个新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些专业小间该有的功能，所以我这边不做说明书式的介绍。那比如说我加入了一个直方图的功能好了，添加到此页面，那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有个直方图了。这个功能它是仅限在这一个我调出来的页面才有，我滑到其他页面它是没有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一页独享的一个功能。那你可以通过增加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还想加个矢量图，然后比如说我要编辑一下它的位置，好，那我这边就有不同的功能的 combo。 那如果你比如说这时候想添加一个所有页面都共享的功能，那你可以点这个添加新工具，然后比如说你随便加一个波形图好了，然后呢你就选择这个添加到所有页面，那这个波形图就会在所有页面，刚刚这个没有是因为这个是输出页面，输出不是预览的，所有其他的页面都会带上这个波形图。加完了共享功能之后，共享功能会显示在这下面，它这边会显示一个共享工具，蓝色的，绿色的就代表这是这一页独有的东西。然后呢你再点一下屏幕这边这一些呢，这个是调整亮度，这个呢是快速的回到第一页，比如说我现在往后刷几页，好，我快速的切换回第一页。然后这边是设置，那这个设置呢，你也可以通过缩小，你把它调到这边来就有设置了。等于说仪表盘和设置也是在这个 Page OS 里面的。同时你也可以在下面找到这些快速的小标签，也可以实现快速的切换。那除了这个缩放之外，你还可以直接从上面往下拉也可以。那相反，从下面往上拉就是放大，你可以很丝滑的来放大。你想要看多大的倍率，它这边都会显示。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那正常我们常见的比较便宜的小间来说，也就是用快捷键开启功能关闭功能。那你如果要同时开启关闭很多功能的话，你要一个一个去打开，然后一个一个关掉，那这个就非常方便，你完全按照自己的拍摄习惯，或者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想横拍完之后转竖拍，你可以设置一个安全框，就可以精准的来定位说，哦，哪一些东西我要放在中间。那还是那句话，在片场上效率就是这个，所以你必须要为效率买单，它贵就是贵在这里。那第二个它比较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尾色。那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 EL Zoom 这个尾色的。那它相比于阿莱，它的色彩分级多的很多。你看它阿莱这边基本上阴影部分、高光部分都没有特别多的显示。你看中灰还可以，但是呢看更暗的地方、更亮的地方，相对来说没那么的直观。切换回 EL Zoom 的话，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图例，18%的中间灰它就是以灰色显示。比中间灰亮的像素以暖色显示，比中间灰暗的像素以冷色显示，所以它可以按照曝光的档数来非常细分。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曝光，我这些像素是一个什么样的值，那我更喜欢这个 EL Zoom。那但Smart HD 并不是 EL Zoom 的独家，那其实你如果想买便宜点的话，阿童木的忍者你升级到固件11版本以后也会有 EL Zoom， 它并不是一个独家，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卖点。EL Zoom 在尾色里面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当然阿童木许诺比7它也有一个类似 EL Zoom 的东西，有点像，但是它不叫 EL Zoom， 可能是没有拿到授权还是什么。那这个尾色确实在专业的显示器里面比较吃香的一个尾色，确实很好用。同一功能下呢，不同的形态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画面。比如说你想快速的在2种尾色之间来回切换，你就可以新建一个阿莱尾色，然后呢调整到 EL Zoom 旁边，就可以实现快速左右切换了。还有就是它后面这些触点不光是兼容供电的电池板，同时因为 Smart HD 也是 Teradek 旗下的嘛，也就是做图传的公司，所以呢它后面的这些触点也可以直接装上图传接收器，让它变成一个具有无线图传接收功能的一个小件。那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卖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这下面有相机接口，也就是说它可以控制一些比较高端的电影机，比如说像 Red 啊、像阿莱啊这种。值得一说的是，你如果要控制相机的话，它并不是一插线就可以控制了，你必须得到它的授权许可序列号，绑定你这个设备，你才能够控制相机。那我以 Red 举例来说，你如果要购买 Red 授权，你要花$500，没错，一个序列号$500。我自己手上有一个 Red 的，也就是2根线，然后呢加一个序列号的卡，背面是序列号，就这一个东西卖$500，那人家垄断了嘛。那 Red 控制呢，就可以让你在比如说像 Komodo 啊这种机子，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屏幕上控制它的曝光啊，控制录制啊，控制参数啊，相当于就是和这些相机进行了一个通讯，不光是一个监看的功能。因为大家也知道，像 Red 啊那种盒子机都会需要一个外接屏，那这个外接屏不光是监看，也可以用来控制，相对来说是方便很多的。屏幕也是10比特，我测试渐变没有什么断层，可能在平台压缩之后大家会看到一些断层，但是我实际使用下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3000尼特屏幕也很亮，我把它开到普通模式下最亮亮度，和旁边 FX6 的屏幕开到最亮进行对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别。我这还不是最亮状态，只是普通模式下的最大亮度。然后它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自定义色空间，它叫色彩斗，也可以很方便的让相机知道你输入的色空间伽马是什么样的，从而辅助尾色或者是 LUT。还有就是专业小件会有的洋葱皮功能，你可以接触到 SD 卡，然后半透明显示来匹配后续的一致性。但需要注意是，你的 SD 卡需要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矢量图也可以开启肤色指示器功能，方便你做肤色的监看。那语言方面就这几种。风扇你也可以打开安静模式，但是亮度来说相对来说就会被下降。主要的功能优点我介绍完之后，来讲一下我觉得用起来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它太烫了，它因为3000尼特嘛，它亮度很高的话，它真的摸起来非常热。冬天还蛮舒服的，当个暖手宝，但是一旦到了夏天估计受不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它太厚了，有的时候你挂在相机上面的话，会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不过整体质感是很不错了，它整个都金属机身，看起来很耐造。那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 USB 口竟然还不是 Type C 的，虽然说这个不影响正常的使用了，但是感觉已经2023年了，还在用这个 B 口的 USB， 感觉总是有点别扭。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背板，因为要留给电池板嘛，所以它后面不可以有其他的接口，所以它基本上所有的接口都被挤到了下面。这个地方我要上云台啊，上支架啊，我就得挑着尺寸买，因为如果太大的话可能会碰到左右两边的线，所以这边空间有一点小。那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当前的固件它翻译并不全，有一些东西该翻译的不翻译，然后不该翻译的乱翻译，比如说这个 Red 它就翻译成红，明明 Red 相机你就直接 Red 就好，它硬要给你翻译成红，然后有很多页面就完全就不翻译。还有就是屏幕可能在过热之后响应速度和刷新率不够，触屏的感受欠佳，所以大部分时候你想要比较丝滑操作，还是用物理摇杆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可能是我的个例，就是我这个 SD 卡的橡胶保护罩的连接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热的原因，然后让它融化掉就断掉了。还有就是当你的亮度开到这个最大亮度的时候，校色将被禁用，所以整体的画面会偏青色很多。不过他们也给出了提示，最大亮度下你就看构图和对焦就好，不要看颜色。最后一个缺点我觉得就是太贵了，本身贵，打折的价格你站在个小尖的角度，说实话也还是蛮贵的。不光这个贵，序列号也贵，图传配件也贵，电池板也贵，它光一个电池板它要卖$200多。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条件，你的项目足够支撑你上这个小尖的话，确实你用完之后你可能就回不到一些比较
便宜的小件了，因为它整个的操作逻辑，这个 Page OS 是真的用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自定义的空间非常大。所以我自己用起来我是非常满意它的这个操作逻辑的。虽然说它功能很多，但是呢上手还很简单，并不会有特别复杂的一些动作。好，那基本上这台就讲到这边了。不知道大家对这款小件，大家觉得是配这个价格，还是觉得太贵了，不值这个价格？那也欢迎在弹幕啊、评论区留言一下，大家讨论一下。那我们 QQ 交流群呢，在视频简介里面，欢迎加入讨论，有空我来做。